2025年9月16日，何塞将会在香港双重上市。许多人来问我，这只股票能买吗？买在美国上市的还是香港上市的何塞？也有人来感谢我说，这只股票让他赚到了1层楼。到底何塞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他让我和许多学生赚到很多钱？除了何塞，怎样有系统的可以找到下一个10倍股？今天这条影片，我不只要告诉你何塞现在能不能买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教你一套思维框架，一套可以让你学会在危机中看到机会，在恐慌中保持冷静，一次又一次的找到10倍股的方法。这套方法帮我在3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抓住了很多10倍股。如果你不想再错过下一个何塞，下一个英伟达，下一个富途，如果你不想再当那个在关键时刻做错决定的人，这条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记得先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何塞是做什么的？简单来说，是做激光雷达的。激光雷达是智能车和机器人的眼睛，有了激光雷达，车和机器人才能看到。现在的智能车需要激光雷达，机器人需要激光雷达，而何塞是激光雷达行业中的龙头。为什么做激光雷达这么重要？大家或许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车带有智能驾驶功能。无人驾驶和机器人也即将成为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出现，许多投资者已经在这些领域寻找投资标的，像特斯拉、地平线等股票也涨了不少。但是做智能驾驶、无人驾驶和机器人的厂家有许多家，谁是最终的赢家？未来的竞争有多激烈？投资者还是面对许多未知之数。这就让我想起淘金热的故事。在17世纪，美国加州发现了金子，吸引了无数人去淘金，但是最终大多数人都挖不到金子，而最赚钱的不是去淘金的人，而是卖铲子给淘金者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是谁，金子还没淘到，就已经需要买铲子。卖铲子的人能够稳稳的、无风险的赚整个淘金热潮的钱。所以我认为，与其参与淘金热，不如加入卖铲子的公司。现在智能驾驶和机器人就是热潮，大家都需要激光雷达。何塞就是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行业里卖铲子的那个人。那激光雷达是做什么？现在的智能汽车要看清楚路况，主要靠3种眼睛。第一种是摄影机，能看到颜色、形状，但是一到晚上或者下雪天就看得不清楚了，而且处理这些事项需要大量算力。第二种是毫米波雷达，像蝙蝠的声呐，不怕黑也不怕坏天气，但是解析度很低，分不清前面是车还是人。第三种就是激光雷达，它结合了前面2者的优点，它自己发光，所以不怕黑，它能发射几百万个激光点，把周围环境看得清清楚楚，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。现在除了特斯拉，所有汽车要做自动驾驶都是采用了激光雷达，因为只有它能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给汽车提供最精准、最可靠的视力。没有激光雷达，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根本做不到。但是做激光雷达的公司也不止何塞一家。为什么我最看好何塞？第一，技术壁垒。何塞的创始人在激光和机器人领域都是顶级专家，公司成立10年，烧了几十亿搞研发，全球拿下了1700多项专利。第二，成本控制。很多科技公司、实验室能做出很厉害的产品，但就是没办法大规模生产。何塞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建了工厂，把整个生产流程都控制在自己手里。当别人的激光雷达还在卖几千美金一台的时候，何塞已经能把价格打下来，让更多车厂用得起。第三，客户关系。汽车行业有个特点，供应链非常稳定，一旦车厂选定了你，就要围绕你的产品做大量研发，不会轻易换人。何塞现在已经拿下了24家主流车厂，包括理想、小米、丰田、奥迪这些大牌，这些订单锁定了它未来几年的增长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何塞已经转亏为盈，是唯一一家盈利的激光雷达公司。在2025年第2季度，营收7亿多人民币，净利润4400多万，同比大幅增长，证明它不是在画大饼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好生意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行业里的绝对龙头，拥有技术、成本和客户3大护城河，而且已经开始赚钱了。我们用生意人的思维去看，知道这就是一家好公司。但是光用生意人的思维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用投资人的计算来评估这企业目前的股价是否吸引，
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何塞是好的公司了，那么现在可以买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明白10倍股3个阶段这个框架。这10倍股3个阶段是我投资了10倍股32年后总结出了的框架。一个公司如果大家都知道它好，股价一定反映了它的价值，这样不可能给我们10倍的回报。所以10倍股除了该企业要具有增长潜力大的业务，还要是被市场看漏或者错杀的。在被市场错杀阶段里，这些公司往往因为负面消息或者商业模式太新不被理解，导致股价被严重低估。何塞在2023年2月以每股19美元上市，如果你在它 IPO 的时候买入，到现在也只赚了不到 50%。 所以当我们找到了好的企业，还要耐心的等待它被错杀的时候，何塞当时还没有盈利，只是一个概念股。于是在上市之后，市场逐渐怀疑它，股价慢慢跌到了大约10美元。我在2023年年底已经因为一个在做智能驾驶的学生得知这公司，当时也抱着怀疑的眼光买入一点做持续的关注。到了2024年1月底，美国国防部把它列入了一个黑名单，说它是中国军事企业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市场吓坏了，股价从10块美元左右暴跌到最低 3.28 美元。因为我之前已经深入的研究过这公司，发现这完全是误会。何塞的产品全部是民用的，客户都是车厂，跟军方没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有卖给美国国防部甚至其他美国车企。这就是典型的被错杀，在这个阶段买入就有机会有10倍的回报。大家可以看看2024年2月我在 GMT 给学生讲的片段。何塞不会像华为一样被美国掐脖子，相对它的竞争对手来说，它的估值如果我们用 revenue growth 的 price to sale 还用那个 market cap 来看的话，何塞它的估值是最低的。它因为现在市占率最高，这个 revenue growth 营收的增长也是最快的，所以它的升值的潜力也是相对是最大的。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公司，市占率 0.92， 几乎免费选了一家公司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个参与，希望它有一个潜力，有一天它变成宁德时代了，哇，电动车谁都要用宁德时代了，所以电动车有没有可能谁都要用何塞的 LiDAR？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当然这家公司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宁德时代。如果风口到了，真的有这个可能。我就在3到5元不断累积这只股票，在被验证阶段，当公司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证明了自己当初的故事不是吹牛的时候，市场就开始慢慢醒悟过来。何塞在2024年11月25日出了业绩，我判断它进入了10倍股的第2阶段，被验证的阶段。第一点 Robotaxi 或者是无人驾驶的士了这个增长率在未来1到2年会是摁紧式的暴涨，而这个 Robotaxi 里面何塞是75%，其实这个 Robotaxi 的头5家都是他的客户，所以这个是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非常利好的事情。第二个，何塞很厉害的做到了一个叫不可能的三角形，它现在是3样都发生了，销量上去了，那肯定价格要下来，那价格下来是不是毛利率不好了？它的毛利率从去年的 30.6% 增长到了 47.7%， 这是很大的一个增长。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形很难做到的，做得到的都是优秀的不得了的企业了，像小米的这种企业了，它能做到。这家公司的 Alpha 不得了的，很好了。第三个，有个专人新请来的，很有可能就是要搞好公司的财务，搞好公司的股价，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。如果公司看不到前景，看不到未来，公司不会去招募一个这么高的 CFO 的人才。你请个 CFO 来，最明显的就是要把股价炒高，股东回报良好等等，所以这是3个很好的因素。当晚股价就从5块左右涨到了8块，而我在开市后马上以5块18加仓买入，到了何塞大约14块的时候， Rich 也从技术图表上看到了突破信号，我再次加仓。在这里，我和 Rich 一个看基本面，一个看技术面，都同时看好何塞会继续上涨。这就是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共振，是入场的第2个好时机。虽然没有在3块钱买那么便宜，
但是确定性更高了，风险更小了。在被吹捧阶段，公司的利好消息满天飞，媒体分析师都在唱好，股价涨得又快又猛，吸引了大量散户冲进来，股价往往会脱离基本面，出现泡沫。何塞现在接近30块，就是这个阶段。你能看到他8月15号发布业绩之后，股价就涨了5块多。当时我在 GMT 提醒大家不要太早获利离场，因为卖出了可能买不回来。第二个季度收入是增加了54%，非常好啊！第一个季度的 revenue 的增长是46.3%，现在是54%，所以不光是好，而且是在加速成长，这个成长曲线是非常漂亮，在加快的啊。那还有一点，转亏为盈，不得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现在是正式的 net income 是正的了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跟第一个季度环比来比，现在是42.5%，还是有增长有改善，所以这几个指数不光是少少的数字的变化，其实是很有战略意义的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拍烂手掌了。那所以也正是它开始赚钱了，之后还有机械人啦，还有这么多的汽车的应用啦，现在开始这个转亏为盈了啊！我估计它之后也会越赚越多的，所以我也正式的从概念股的阶段提升到了成长股的阶段了啊！有买的恭喜你。现在来香港上市需要做路演，有媒体报道，股价进来就是10倍股的第3阶段，被追捧的阶段了。以现在每股28.9美元一股计算，市账率超过6，市盈率超过250，虽然它是高速成长股，股价不算便宜。当然，参考当年它在美股以19元上市，上市后股价曾经冲到30元，之后便从30元跌到刚才所讲的不到4元，所以高追的确有风险。所以你看，同一只股票在不同阶段买入，结果完全不同。在被错杀阶段买入，你可能赚10倍；在被验证阶段买入，可能赚3-5倍；而在被吹捧阶段买入，股价已经不便宜，有高追接盘的风险。这里我想总结我在我的启蒙老师股神巴菲特和林奇学到的，我们不是在买股票，我们是在买生意，所以我们要用生意人的思维去评估一家公司，而不是关注股价的波动或者媒体的炒作。我们有一整套分析框架，帮助我们成功挖掘出了很多像何塞、富途、小米、英伟达这样的倍升股，在他们还没被市场认可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信心买入。我把这整体框架思维方法放进了10倍股投资秘籍，一共22天课程，第1天免费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在资讯栏找到连结。我也诚意的邀请你加入 GMT， 在 GMT 里我们从来不会只是简单的告诉你买这个股票卖那个股票，我们更注重的是每周通过指导真正提升你的投资能力。就像我常说的，我们教的是钓鱼的方法，而不是只给你鱼，让你学会自己判断什么时候是被市场错杀、被看漏的机会，什么时候应该果断出手。我主要负责中概股和港股的分析， Rich 就专注于美股。这样的分工让我们能够涵盖价值投资和动能趋势投资这2种不同的投资风格。一些涨得不错的公司，像何塞、富途、小米这些，还有其他我们成功捕捉到的标股，在 GMT 里都有更深入的分析过程。如果你也想学会这套方法，想在下一个市场机会来临时能和我们一起抓住它， GMT 会员计划的详情我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了。相信我，今天你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将会是你未来10年最重要的一笔投资。那现在何塞在香港上市了，我应该买港股还是美股？如果你现在只能买美股或者港股，那就没得选了。如果你又能买美股又能买港股，那你可以通过以下资讯来决定。首先要搞清楚，这次何塞搞的是双重主要上市，跟那些2次上市不一样。简单来说，何塞在香港和美国都是完全独立的上市地位，要同时遵守两边的规则。好处是什么？它被视为完全的港股，未来有机会被纳入港股通，让内地资金也能买到。选择的时候，你还要考虑它的成交量和买卖成本。成交量太少的话，要买的时候可能会买不到，要卖的时候可能卖不掉。而买卖成本就要看券商和交易所收费，政府的税收也要注意。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，美股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
买卖美股的成本会比港股的低。流动性方面，美股是全球资金在玩，你想买随时有人卖，想卖随时有人接。港股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，特别是你资金量大的话，可能会对股价产生冲击。对于长线投资者，最重要的是安全。过去几年时不时会说中概股要被退市，虽然现在这个风险可能性不大，但谁能预测未来的地缘政治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如果你是长线价值投资者，希望安心持有3到5年的话，港股会是更好的选择。我的结论很简单，短线交易者选美股，长线投资者选港股，灵活投资者两边都可以，哪里便宜买哪里。当然，如果你住在亚洲，晚上要睡觉，不想因为看了美股提心吊胆影响睡眠，那就买港股吧。当然，我们在北美的朋友关注美股可能更适合你的生活时间，那就买美股吧。这个选择题没有对错，只有适不适合。你一定要先问问自己你是谁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然后再做出你的决定。当然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买。最后回到那个终极问题，何塞现在还能买吗？我的答案是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，要用正确的方法。我看好何塞的长期价值，但不能随便这个价格进去追高，因为它现在处于被追捧阶段，直播率已经不高了，就像在海边冲浪。何塞无疑是一股又高又猛的巨浪，但一个专业的冲浪选手不会在浪头最高最陡峭的时候才跳上去，那样很容易被巨浪拍晕在沙滩上。他会耐心等待，在浪刚刚形成最有力量也最安全的位置切入进去。那什么时候是好时机？我认为有2种情况。没有股票只涨不跌，当它回调到一个合理区间，那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具体什么价位要结合当时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分析来判断。另一种可能是股价很强势，不给深度回调机会，那我们就用时间换空间，等它的下一次业绩报告。如果何塞能继续交出高增长的业绩，它的内在价值就会不断提升，到时候同样30块的股价对应的估值就会更合理。这就是用公司的成长来消化市场的估值。投资是一场长跑，比的不是谁跑得快，而是谁跑得稳。何塞是一匹好马，但我们要做聪明的骑师，在最合适的时候上马。好了，今天关于何塞的分析就到这里。我希望你学到的不只是一只股票的分析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投资思维框架。这套框架是我用30多年的投资经验，经历了2次输光本金的教训才总结出来的。今天免费分享给你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对何塞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，也请你把今天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